讲到哪儿了？立身之本。哦，对，立身之本。乔治把你领到了公司，就好比把你带到了这个桌子上，是吧？桌子上有一碗饭，你想吃不想吃？想吃。那你坐下。你既然想吃，你就得琢磨琢磨。你有是本事吃，你要是有本事，这碗饭你吃得很香。你要是没本事，对不起，就被人抢光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人情世故。你看你吧，年轻，还挺漂亮，也有工作能力，那肯定有人就要害你。老话不是说了吗？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咱要记住了，别人害你不记仇，一定要记住别人对咱的恩。多想想别人的好，少想想别人的坏，明白这个理儿？这些道理我都懂，但是你说现在就是这样，我能怎么办？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先把手头的事儿干好嘛，把自个儿的事儿干好嘛，你大不了再回我这儿接着干嘛。就这点事儿嘛。对了，有件事我告诉你了。前2天有个小子到这儿来打听乔治的事儿。打听乔治什么事儿啊？哎呀，就是他那些高利贷的事儿嘛。不过我听他这个话里话外的意思啊，好像是把你的底细也摸清了。不过你放心啊，我是只字未提你。你关我什么事儿啊？而且你说人都没了，谁还会去打听他的事儿啊？这个再说，你反正你就记住一句老话，难得糊涂。在你们公司，一巧不如一拙，一动不如一静，那都是高手在打牌嘞，你只有在旁边看，别冷不丁的成了人家手里的牌。不时尚，不时尚。你什么时候起的？早上好啊，那个早饭马上就好，你再等一下啊。这是干啥呢？我下定决心了，我要做一名合格的编辑，我要让他们知道我是靠实力进来的。所以我决定了，以后每天早起1小时学习。理论上我应该鼓励并表扬你，但我又不得不告诉你个坏消息。不用再说了，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事情能阻挡我变强大的决心。公司要裁员了。什么？怎么了？我眼睛一直跳，左眼还是右眼？左眼。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，好事儿啊！我也不知道左眼还是右眼，好像是右眼。右眼跳财，左眼跳灾，糊弄我玩呢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心理作用，你往好处想了就行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就总觉得有什么事儿要发生。这还用你说啊？裁员啊，谁不知道有事要发生啊？马上迟到了，快点，大姐。
欣，主编，1月刊选题会开始了，严总监问您要不要过去。之前不是说我不去了吗？那个，怎么了？肖主编去了，刚刚进会议室。啊。太医来了，坐。我呢，今天还没有正式入职，我是来学习的。你们聊，我听就好。严凯，开始吧。我再重申一遍啊，选题表不要让流程编辑发了 ，OK？1月刊是盛装的周年刊，非常重要，所以选题会提前开。先说封面故事，赵新琛。往年1月刊的封面呢都是上明星，最多的一次是3位明星同框。但是今年的时尚盛典呢规模更大更隆重，所以呢我们也想做大，并且想通过1月刊的封面故事做些预热。我们想了一个主题：她世界，副标题：华语电影金奖女性，邀请荣获过专业电影奖项的这些影后级演员来，初步拟定10到15位，然后再通过各个小主题进行拍摄和专访。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选题太局限在电影这一个领域里面了。而且如果说真的都是影后级别的演员的话，那他们之间的关系都非常难协调。我说一个最简单的，封面谁是 C 位，谁主谁次。这个我没想过，如果用圆形的这种构图来，视觉上是不是会有一些？再怎么样构图，还是会有主次。那如果按出道时间排序呢？行业资历这个多少还是得去聊一下的。这个先不说，没有什么价值。下一个。等一下，我同意严凯刚刚的说法，这个选题面确实太窄了。不过我喜欢"她"这个字，如果能够把它拓展到整个的娱乐产业里面，可能会更配得上这个字。世界2个字不要吗？不要，1月刊封面就一个字"她"。不过这个"她"一定是广义的，我们可以做跨界对谈嘛，让影后级演员和女作家、歌手和女艺术家，或者世界顶级的设计师去对谈。总之要破界、破圈、破行业。那最后的封面呈现可以用不同的对谈内容来划分视觉区块，因为这是一个跨行业的集合，所以单个行业的江湖地位不会被放大来计较。它是最大的主题，下设不同的小主题。总之就是要把"她"这个字在我们当下这个时代的不同外延和内涵都要涉及到。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这个好，就按这个做吧。我想问一下，我能发言吗？期待已久。我也觉得这个内容非常好，但是我想问一下，我们这个封面故事能不能单独招商？单独招商什么意思？冠名啊，电视节目可以冠名，为什么我们杂志的内容就不能单独招商呢？我们之前没这样操作过，广告就是广告，内容就是内容。内容能跨界，为什么广告和内容就不能跨界呢？刚刚你们在选题的时候，我已经想好，如果你们能找到那些对谈的人物是著名的人物，我可以保证可以找到品牌投钱，你们觉得呢？那这样的话，封面故事不就成了一个大软广？品牌只是冠名，它不会干预你的内容的，那有什么不好呢？是这样，很多明星自身都带有品牌，所以我们这样操作的话，他们或者他们的经纪人也会有意见吗？所以你就要克服这个问题，我相信这个是可以克服的。你们认为呢？真的假的？不会吧？哎哎，
如果你们不同意的，可以举手告诉我，我们可以讨论。我不同意，为什么？吃相太难看。这才叫吃相难看。看我干嘛？看这个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刚才手机都快被打爆了，所有业内人士都在问我：“哎呀，你们怎么了？你们盛装是不是疯了？怎么发生这样的事情？”哎，我就跟所有人说：“放心吧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。严凯和乔治是我们公司精英中的精英，绝对不会干出这种利用自己的职权去睡一个实习生的行为。”我没有。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那也不能污蔑别人啊！严凯，严凯怎么办？啊，这事儿怎么办？严不严重啊？公司的形象怎么办？谁来负责？陆总监，我们在开选题会，你可不可以不要每次都在我们开会的时候打扰我们工作？工作，对，工作太重要了。我也有工作呀，我刚才接了7个电话，全都是品牌负责人打来的，全都是副总级别的，问我现在这个局面怎么办呢？我们的广告怎么在你们的公司投放？鲁帽子，你差不多可以了。现在还学会搞什么匿名发帖？你到底要做什么啊？我对天发誓，这件事情如果是我弄的，我出门被车撞死。车撞你，你撞车还差不多。很好笑吗？很好笑吗？这件事情很严重啊！难道你们不是公司的人吗？公司变成什么样了，与你们无关吗？不是老吴，这不是看你表现太兴奋了吗？就跟演戏一样，我们笑也是松弛一下气氛。而且这也太捕风捉影了，根本不算证据嘛。证据？哎呦，你们3个都知道的。严凯给一个实习生花了10万美元，不知道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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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装傻了。为了一个实习生，到底什么关系？能花大几十万？疯了！刘彬彬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要做的所有事，你都没有资格知道。你先别反驳我，我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我打心眼里就看不起你。哎呀，好帅呀！疯了！我为什么要你看得起我啊？啊？我今天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是我个人行为吗？当然不是，是公司利益至上。而且我们肖主编刚刚上任就搞出这样的事情，你有何居心呢？啊？兔子还不吃窝面草，是不是？我没有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乔治才刚死不久，你说这个是？王八蛋，人渣！我告诉你，你在这个业内你完蛋了，你死定了！我帽子呢？帽子！肖主编，您是主编，您看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？我今天还没入职，开一眼，你处理吧。鲁彬彬，折腾半天了，说吧，什么打算？我没什么打算，我做这些事情啊，我今天做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着想。这个打算和处理的结果都是你们领导来决定的。这就没意思了。想说什么就说嘛，跑了半天，最后临门一脚怂了。可以，我可以说。你让我说的，我说2句啊。我认为这个事情很严重，我们要给业界一个最终的交代。公司又在裁员，严凯必须开除，还有那个实习生必须开除。
玛丽，把这个拿去公关部，让他们尽快对外发布一个通报。第一，澄清这是彻头彻尾、毫无根据的污蔑，我们会追究造谣帖的始作俑者，不管是谁，我们会追查到底。第二，尽快让这个网络平台删帖，之后不管哪家网络平台刊登转载这样的不实内容，我们都会诉之于法律。写好后，让合作的律师事务所过一遍，之后所有的维权追查工作交给律师事务所处理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肖主编，您还没正式入职，我这样处理，您认为可以吗？哼，就这，陈副主编，是不是有一点过于偏心了？卢总监，刚才严凯打了你，你要告他吗？他都打我了，我当然要告他了。那你们私下去解决这件事情吧。如果需要法律层面的支持，去找秦敏，他会帮你沟通律师事务所。当然，你自己找律师也可以。这好像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重点，你这是转移话题呀。那你说，今天的重点到底是什么？卢总监，我觉得你心里面想着什么你就说吧，我们都会很认真听的。好，肖主编，那我就说了。你也看到了，今天盛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，广告销售连续下滑，发行数量连月递减，内部结构权力固化，所有人都说啊，为了盛庄我们会拼了命，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全部都视而不见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现在是至关生死的时期，在这种时候把您批到上任，只能用这种裁员的方式，用这种裁员的得罪人的方式来断尾求生，他们会理解吗？他们不理解，他们就觉得我们就只要一直混下去，所有的事情就能够解决。我是盛庄的广告部总监，我会跟一个实习生有矛盾吗？在我心里，他就是个屁呀！我今天做这么多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现在就是非常危机的时刻。你们但凡对盛庄有那么一点点爱，有那么一点点责任心，也会理解我在说什么。一个实习生，啊，违规被招聘进了我们公司，试着看上去确实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啊，但其实已经破坏了我们，已经违反了我们创造这个刊的最初的初心。我们追求的是什么？是女性的自由、平等、独立。我们的创刊主旨是抵达美，捍卫美。可是今天发生的这一切，它美吗？丑，丑陋至极。我鲁冰冰今天就做得到，我就这么做了，我就冲在前头，我不后悔。我与其看到盛庄在沉沦中死亡，我主动选择死亡。技艺寒心全不差，我以我选，见轩辕。肖主编，我向您提出申请，我辞职。正式的辞职信我会在下班之前交给你。不行，你要是现在辞职了，那不就是说谎言就是真的了吗？那些陷害你的人他就赢了。你现在别说话。我就是一个实习生，你们想辞退我，随时随地都可以，但不能因为我没做过事情污蔑我。
总监和乔治先生对我有恩，不能让我连累他们的名声。别说。我知道，我的实力确实不够资格进盛庄，所以我每一天都在拼命的努力。我想努力融入大家，赶上大家。我以前连理想，连我未来想做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我在盛庄找到了我的理想。我知道我以后要做什么了，我现在可以毫不犹豫地说，我的理想就是在盛庄。我想以后好好的待在这儿。丽娜，你还没资格谈理想，你也别把自己裹进来。这件事从根上来说，跟你没什么关系。周总监，你也别再为那个实习生了。那几篇帖子，我猜你自己都不信吧？把事情搞得这么难看，无非就是冲我来呗。但你再这么搞下去，就有点恶心了。今天你要的结果我给你。严总，不能走！啊！跟大家在一起工作这么久，是我这一生的骄傲。再见。哎，严总，严总，你干什么？你等会儿。卢总监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一份工作而已，干嘛争影帝啊？不就跟严头过不去吗？严头是我师傅，他带了我3年，3年我们做了100多期专题，每一个专题都是为了让女性更强大、更自信、更美好。这不光是盛庄的宗旨，也是我一个普通员工的理想。你要说到理想，谁还没点理想啊？反正我就这么个态度。谁动严头，我动他全家；谁逼走严头，我就算穷死也1秒都不会犹豫，跟他一起走。反正我们现在都站在这儿了，要辞一起辞，要走一起走。邢姐，那我就听你说了，肖主编、陈主编，我们编辑部专题组全体辞职。肖主编，牵一发动全身呐，就是想动一下窗户，你能想到他们居然把整栋楼给炸了吗？陆彬彬呐，干嘛呀？副主编，这辞职怎么处理呀？老卢，你差不多得了啊！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搞得这么难看。副主编。像这样的辞职是批还是不批呀？哎，老鲁，你冷静一下，走，我出去陪你聊聊天。走，你别动，这个事情你现在必须要说清楚啊！说什么呀？那帖子是真是假都不知道。帖子重要吗？现在重要的是什么？副主编要是批了，他们就是辞职；要是没批，他们就是叛变造反。老吴，你上纲上线上瘾了是吧？啊，他们辞退又怎么了？是你管得着的吗？是肖主编一个人力资源的事儿。你还挤兑陈主编搞内斗，给你发奖励是吧？啊！肖主编，你都看到了，太吓人了，这帮人。盛庄现在是人心所向啊！可以，我闭嘴不说话了啊！但是啊，如果有一天盛庄倒闭了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你们是有机会可以拯救盛庄的。那个时候，你们每一个人都在自掘坟墓。吓死我了！我看今天的审题会也很难继续下去了，今天就散会吧。开一，你说呢？散会。
主编，帮我倒杯咖啡过来。好。您的咖啡，谢谢。那我回去工作了。你为什么不喜欢你父亲给你取的名字啊？啊？我记得你说过，你父亲给你取的名字是那里的那，我没记错吧？您还记得？为什么不喜欢？我不想当待在那里的人，多孤单啊！特别是那些对我重要的人。语言不好吗？不好呀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从小就特别粘人。小的时候是粘我爸，后来我父母离婚了，我爸娶了别的女人。再后来是上大学的时候粘男朋友，就总想着他什么时候能跟我求婚，这样我们两个就有个家了。后来他就跟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。现在呢？现在，我现在就只想好好在盛装工作，就在想这些杂。坐吧。接着说。我每次来这儿的时候就在想，什么时候这儿也能有一本有我的名字的杂志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每一本盛装都在做对的事。我从小就被我爸当男孩养，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一个儿子。我常在想，如果我是个男孩，他是不是就不会抛弃我妈了？高中进了田径队，每天跟男孩一样，跟着他们一起训练。后来又进了体育大学。其实一直都不太知道怎么做一个女人。我总觉得长头发、穿着裙子就是错的，只有像男孩子一样才能被尊重。后来就是因为我前男友，他觉得我太不像女人了，老是跟我吵架。后来他跟我最好的朋友在一起了，我能怎么办呢？也是，谁让我不能像他一样，又温柔又听话？来了盛装之后，看到你，看到蔡飞，看到齐明总监，就觉得你们每一个人都好美，好酷，但又那么不一样。我就想，能不能也变成你们中间的一个？我也想做被人喜欢的人。
对不起啊，主编，我太冒失了，我就是这样一说就停不下来。我先去工作了。李娜，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取悦男人，任何男人。你可以的。哦。怎麼啦？沮喪啊？我有啲掛住香港。咁快就放棄？唔似你喎。人心就好似呢一世都解唔開嘅謎咁。你從香港來之前就應該有心理準備，會遇到這樣的情況呀。但是說不上來，我現在好像碰到一個巨大的冰山，但這個冰山呢，一點都不可怕，反而有點柔軟，很脆弱。這種感覺我以前沒有過。狹路相逢勇者勝，我們跟陳開怡都是背水一戰，這個時候只能比誰的心更硬，我們也沒有選擇。這樣不像戰鬥，至少不是我以前理解的戰鬥。那像什麼呢？就像兩個心碎的人，看誰先崩潰。說實在的，你打算怎麼辦？既然裁員勢在必行，要我說，就都裁掉，長痛不如短痛。那盛東怎麼辦？難道下一次雜誌開天窗？我可以先幫你調一些人手過來頂着，然後趕緊招人。如果我這樣做的，大家都會認為我是為了我自己，根本就不在乎盛裝。董事會看的是最終結果，既然給了你權力，就不要畏畏縮縮的。現在這個時候，殺伐決斷是有必要的。這個我也知道，但是正確的過程比結果重要。你也知道，人性現在不在我這邊。只要陳開怡在的一天，人心就不會在你這兒。他在盛莊經營了多久？你才來多久？要贏他，也要真正的贏，並不是靠總部給的權利，這也不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則。現在是他們自己辭職，不是你裁。這次魯冰冰已經幫你把路都鋪好了，你只要順水推舟點個頭就行了，沒有人會說什麼的。相反的，如果你還是猶豫不決，你怎麼立威信？你認識了陳開怡那麼久，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？人是會變的，他以前怎麼樣不重要，但是現在我可以告訴你，他為了贏你，他會不計任何代價變成一個亡命之徒。但是到現在為止，什麼都沒有做過，這才可怕呀！他一旦爆發，後患無窮。霆鋒啊，
我觉得你一直在夸大陈开一的危险性。你是好意提醒我呢，还是在某程度上你在威胁我？行，那我不说了。你是主编，你拿决策。生气了？你不说话就是生气了。我爱你，我也知道，以你的个性做这些事情，你很辛苦。但是如果这个时候你还心慈手软，我真的担心，最后受伤的人会是你。秦明，我是肖主编。好，肖红雪的电话，他原则上答应你们专题组所有人的辞职，等他正式履职以后，他就签字。满意了？开心了？舒服了？哼，现在最开心的肯定是鲁冰冰了。有几滴猫尿。他本来啊，就想弄走那个实习生，压压你的威风，顺便在肖红雪面前卖个乖。别听了，听不见。嘘，能听见一点。这下可好了，一锅端，把陈开一给劈到墙角去了。一个实习生，值得吗？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这是乔治生前发给我的最后一条微信。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他交代的遗愿了。帮他完成遗愿，你说值不值得？李娜的底细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她确实帮过乔治，但具体怎么回事，我现在还不能说。但我能理解，她为什么让我照顾李娜。金敏，我希望你能保密，不只是为了我，也为了乔治，可以吗？保密是可以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你们整个专题组走了，陈开一怎么办？还有整个盛装怎么办？你想过后果没有？没办法，没别的选择。你太意气用事了，最后折磨的人是陈开一。都进来吧。
你们的辞职申请，向雪批了。这么快就准了？后悔了？没有，就是有点意外。我不批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批准你们辞职，回去上班吧。这合适吗？你们真的要辞职吗？也不是非得要辞职，主要是今天都已经闹成这。金总监，我就直说吧，辞职肯定是一时义气，但我们也不至于后悔。就是事儿都闹这么大了，